好，今天要开箱的东西呢，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会很有兴趣。最近很常接到粉丝问我说，他们想要玩游戏，那要用哪一款真无线蓝牙耳机好？我其实接触到这款商品之前，我都不是很推荐你用真无线去玩游戏，主要是因为你在玩游戏的时候还是会有很有感的延迟感在。但是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我开箱的这款耳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是有直接送第三方实验室去检测，那不到50毫秒的延迟，基本上你人体应该感觉不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就是这一款 X-Ron 的 Aero 真无线蓝牙耳机，终于出真无线蓝牙耳机，以及他们 X-Ron 推出的 XT01低延迟蓝牙套件，它就是一组的。那大家不要以为一定要用它的蓝牙套件才会延迟，它是这款耳机就有，那这个是为了让你更方便，所以这边先小小说明一下。好，那 X-Ron 的话，这个牌子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如果还不熟了，可以去帮他看我这部影片，这个 X-Ron Versa 的耳机介绍，基本上就是底子很厚的扎实台湾品牌。那今天的这个 Aero 呢，它主要主打的是音乐还有游戏。那我偷偷跟你讲，这款耳机的售价是不到3000元的，厉害了吧？不到3000元又有延迟50毫秒，超猛！你去哪里找啊？拜托。好，那我们就过来今天开箱吧。耳机的部分的话，就一样是走着他们这个声波感很独特的包装设计，跟前一代是一样。然后它这一款就是有这个黑白配色的声波设计，我之前的体验一直都很好。然后它的耳机的话，目前是只有一款黑色。先不要开耳机好，我们现在开这个低延迟的蓝牙套件。然后这个是独立贩售，它其实算是这个的加购选项，它是不会附在里面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用刀子啊。抽出来，哇，这包装也包太好了吧！它基本上配件非常简单，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XT01的低延迟蓝牙发射器，然后有做这个很酷炫的设计，然后一个这个 Type C 跟 USB-A 的转接头，它主要是像电脑的部分啊，它就可以这样插上去，它是让你做转接的，以及这个是3.5mm 的麦克风，那我等一下再详细说明说他们为什么附这些配件。然后再来讲，它应该还是会有一本说明书，不过因为我这一整组是抢先体验、网红体验啊，所以说说明书我这边是没有。那之后你们买的话，应该会有一本说明书。我整个来讲，包装的我觉得很不错好，然后这一款它会出这个 XT01，主要是为了电脑玩家 Switch 和 PS4， 因为有些游戏设备像是电脑，它可能没有蓝牙的连线，那它为了让你跟它这款耳机做配对，所以它才出了这个。那并不是一定要用这个发射器，它才会有50毫秒的延迟，它主要是让没有蓝牙连线的设备也可以用他们家的耳机。然后这个蓝牙发射器超厉害，它支援的是 SBC、AAC、aptX 跟 aptX Low Latency 的连线，所以非常多元。你的蓝牙耳机如果有支援的话，连到这一组都可以。然后最厉害的是，它可以1对2组这个 Aero。不要以为它只是对2组，因为它这个 Aero 是真无线，它其实左边、右边是各一个晶片，所以它其实是1对4，超级猛，之前是做不到。然后底下它也有附这个 Type C 的孔，所以如果你是插在 Switch 上，你还是可以插它充电，那就没什么问题。然后这一款是3.5mm 的 HD 独立麦克风，那主要它是为了维持你在游玩的时候你语音的品质，因为假设你同时要有语音的收音，然后再加上你耳机要有上下传的能力的话，那它频宽其实会被吃满，它就多附了一个这个给你，这样才会避免你的声音品质劣化。然后最后就是这个转接头，就让你可以插在电脑上啊，方便很多。好，这就是它的配件，先放旁边哈。接着就是我们的本体，就是这个耳机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附了什么。这开箱的体验真的是很不错。然后它是这样侧开，哇，一打开就看到没有？哇 ，Redefine Sound Experience X-Ron， 哇，帅。然后一打开就是一个快速的使用说明书，我觉得他们说明书都做得非常漂亮，就是非常的简洁有力，很不错。然后接着就是耳机的本体，就是一个充电仓，然后一个真无线蓝牙耳机，它应该还有附很多其他的配件，应该在下面。我这边要拿起来，然后这个里面会有的是一本说明书，然后接着是3组的这个 SpinFit 的可挠式舒适耳塞，然后里面尺寸应该是一组小的、一组中的和一组大，看起来是这样。SpinFit 的耳塞，然后接着是这个是 Aero 的隔音耳塞，然后这边它是写小的和大的，那代表中的应该在上面。我们看一下里面就是附2款，没错，小的和大的，这 size 其实也蛮明显的，所以它就是耳塞。好，还有什么？哦，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是 Type C 对 Type A 的充电线吧？没错 ，Type A 对 Type C 的充电非常小巧。好，所以它的盒装物里面就会有一个耳机本体、充电仓，一组 Type C 对 Type A 的充电线，然后 SpinFit 的耳
耳塞3组，小中大，然后 Aero 的隔音耳塞也是3组，但是有1组已经装在上面，以及一本说明书，大概就是这样，非常齐全的组合，基本上该有的东西都没有少。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充电仓的本体吧。哇，这充电仓走的是这种方正外观的，然后大小的话，我觉得稍微算适中吧，可能没有到小，但是也不会到大这样子。它整个的感觉是蛮轻的，然后不太沾指纹，会稍微有一点塑胶的感觉，不过因为它的重量也减轻了不少。然后这边是有做这种就是消光啊、亮面和消光的设计，我觉得还蛮不错。那这一次他们的开盒，有看到？是使用磁吸的，上一代我记得它使用卡扣式的会有点不好开，那这一代使用磁吸非常的好开。背面可以看到说它这一代使用的是 Type C 的充电孔，然后正面的话你会看到4颗 LED 的充电指示灯。然后比较可惜的是，它这个充电仓是没有提供无线充电，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无线充电依赖者的话，可能要注意这一点。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耳机的部分，可以看到说它的耳机的大小大概长得就是这样，然后走的是这种有耳柄，形状感觉有点像喇叭牙嘛，黑色喇叭，我觉得蛮帅啦，其实。然后这个形状很明显，就是它一定是为了你的耳道舒适度去设计。然后我还蛮喜欢的是他们这种几何图形，就是有点线条，然后有3个不同材质的感觉，你有看到吗？这个部分是有点消光，然后这边是暗面的，然后中间再加上它这个阵列式麦克风是采取那种网状金属感，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很不错。然后它的舒适度这个倒角设计是有特别研究过，台湾人适合的倒角设计是60.2度，然后大概有95%的台湾人都适用，所以它这个倒角设计和这个弧形不是随意这样做，然后它这个设计也会让你比较不容易敲到耳垂，和这个指向麦克风会收音的更好。那这个我之后再实际使用来体验，看说它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然后这一款是单边左右各支援2个 M1、MS 的麦克风，所以它总共是左右各4个麦克风。那指向性质的麦克风下面这一端会负责收你讲话的声音，那旁边这个会垂直90度进去，那负责收环境音、噪音进去，而进而消除它，所以它通话品质我也是蛮期待。那接着我来讲一下它这款耳机的产品规格。它这款耳机是蓝牙 5.0 的晶片，那使用的单体是6mm 的镀钛单体，基本上跟之前 Versa 那一款是同样的单体。那音频解码部分是支援 SBC 和 AAC。那这边它因为了它的低延迟的缘故，所以它牺牲了 aptX。那基本上高通也不允许他们去修改那个程式码，所以他们没办法提供 aptX 的低延迟以外，他们觉得在打游戏和听串流内容，像是 YouTube、Spotify、Netflix 的时候，其实听得出来 aptX 跟 AAC 的人是没有到这么多。那所以它为了满足低延迟的人群的话，它其实是牺牲这一部分的音质。那续航力的话，单次使用是可以来到6个小时，那搭配这个充电仓的话，是可以来到24个小时。那防水等级的话，它到了 IP54。那其中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是它有的 X-RON 的 Low Latency， 这个就是超低延迟。那他们是有送到第三方的实验室去做验证。那之后的影片在心得部分，我也会实测说玩游戏玩起来是不是你的枪声跟你的枪是完全感觉不到差异，就像有线耳机那样。然后最后一点，哇，他们的特色真的很多，就是讲的我有点累。最后一个是他们有个叫 X-RON Lite 的独家环绕音效演算法，这个很猛，这很像他之前的 X-Pump 的那个环绕音效，它基本上可以把声音动态模拟成3D 音场，更清楚的让你判断说你的声音的远近。那这边会叫 Lite 是因为它直接把这个部分做在这个耳机的内部，那它其实花了很大的心力去解决它跟功耗的问题，毕竟实体的功耗也有差，所以他们很诚实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 Lite， 就是再怎样，基本上它塞这边的话，功耗一定是不会比你再接一个音效卡来的好，所以它这边是有加一个 X-RON Lite， 让你知道说它其实是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但是效果的功耗当然不会比你额外接一个来的好，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让我觉得他们是很不错的厂商。好了，那我就来试用这个 X-RON 几天之后，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使用的心得吧。改天见喽。2000 years later。好，然后我试用了这个 X-RON 一阵子之后，我来分享一下我对它的感觉。首先从第一点的那个佩戴舒适度来讲，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很不错，入耳的深度我觉得蛮适中的。然后我觉得佩戴起来，它这个形状超级符合我的耳道，我觉得是我现在戴过数1数2舒服的。那因为它是入耳式的关系，所以它其实也不太容易掉落，所以说整个的稳定性也都蛮好的。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操作性，它基本上就是这边有一个这个柄
那它可以做滑动和点击的触控去做切换。那基本上它在播放暂停啊、上下首歌音量的加减、接听挂断、语音助手、环绕音效的切换，或者是超频音乐模式的切换，它都做得到。然后它这个方法就是它左右是拆开来去做操作。不过一开始要适应的就是它这个滑动的触控，因为这个是有需要一点点学习成本。那基本上刚提到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在耳机上完成，所以非常的不错。而且它是包含了2种模式，就是超频模式和音乐模式的切换，以及音效模式开关和2个等级的切换，所以这个是还蛮不错。而且它切换的指示声都提示得很清楚。那如果硬要讲的话，我觉得它可以再改善，就是在它音量调节部分，因为它是用右耳滑上去的时候，它是做增加；滑下去的时候减少。如果你想一直调整音量的话，你要这样一直滑，这样有点麻烦。我会希望它可以改成说它是上滑，然后按住它就是音量这样一直调大这样子，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啦。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重头戏啦，这个连线的稳定程度和延迟部分。那其实延迟只要低于100毫秒，人就几乎感觉不太出来。那这一款真的超猛，它 iOS 的话走的是 AAC 的话，毫秒是46毫秒，那连 Android 走 SBC 的话可以到45.8毫秒，非常的惊人。那如果拔除掉发射端可能是 iOS 或 Android 的差异，用蓝牙无线发射机去测试的话，它可以得到这个数据。那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说它上面的数据其实都非常惊人，就是狠狠甩开其他家耳机非常多。那底部的资讯栏会附上他们实验的报告连接，那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然后再我想讲一下它的那个模式，就是超频模式。那这个超频模式的话，我游玩了 PUBG 体验一下开枪的感觉，我觉得几乎体验不出它延迟的部分。那如果当然是你仔细的比较，像我就是交叉比较，我就是戴上耳机开3枪，拿下耳机开3枪，当然是可以体验出它有非常些许的延迟。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状况，你只是单纯的戴耳机去游玩的话，其实基本上你是感觉不出那个延迟的。那我觉得这延迟表现非常好。那再就是它有环绕音效的部分。那在耳机的操作上的话来讲，你耳机可以长按左边耳机去做关和开的动作，它有分2个等级。那在耳机上操作的话是关和 Level 2。那如果你想要开 Level 1的话，你要去 App 里面做操作。那基本上这个环绕音效在我觉得对于射击游戏来讲也是非常好。所以说它在超低延迟，然后有不错的环绕音效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款耳机基本上根本就是主打的射击游戏来的，就是超级不错。然后连线的稳定程度和速度，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它基本上是开合就连线，然后它在双耳变成单耳的时候，不论是左耳放进去或右耳放进去，或者是单耳变双耳，它都非常的快速。我觉得这点真的做得蛮好的。好，然后接着是通话的部分，它有4个 MEMS 的麦克风。那我这边就实测了一段嘈杂的通话环境中的录音，那你可以听听看，说这个录音品质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现在在大马路旁边测试 X-Strong Era 的通话测试，那大家可以听听看，说这个音量是不是听得清楚的，那内容是不是清晰的。好，然后再来我还讲一下，它有一个很酷的功能，叫做监听反送 Side Tone。这个功能通常只有在比较高阶耳机上才会附上。那这功能就是，如果就是你在嘈杂的环境之下，你会不自觉的一直放大自己的音量。那有了这个功能的话，你可以比较听得到你讲话的声音，那你的音量就不会这样无止境的增加。所以说它是有点像是监听的功能，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不过这个功能我觉得它的强度可以再更强点，因为我会觉得稍有听不太到的感觉。我希望它的那个听到自己声音的部分可以再更多一点。好，那接着就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常人问的音质的部分。那有着他们 X-Strong 的3维调音，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不用太担心，因为 X-Strong 一直以来都是声学做得很不错的一个品牌。那他们这个耳机的话，基本上跟之前很像，就是走的是3频均衡的感觉，立体感不错，层次有做出来，然后人声清晰，细节度佳。在高音的部分的话，会比较到温暖，但是不会到刺耳。硬要讲的话，我觉得它的可以再改进的点，可能就是我希望它的低音的延展性再更长一点。不过这可能就是我个人的偏好。那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它的音质，因为它有提供一个 App， 在那个 App 里面其实超级猛的，它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种的这个模式，然后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做你喜欢的调整，像是低频你觉得太少，你就把它全部拉满；你不想要听到任何高频的声音，就把它拉低。像这样这种极端的调整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我觉得很不错。那再来讲一下这个 App， 它有分音乐模式和超频模式，都可以做这些音质上的调整。此外，还有这个 X-Strong Lite 的实际音效，你就可以调 Level 1、Level 2这样去做更细部的调整。那在这个设定的部分的话，你可以设定说你的操作的手势，像是
要不要开 Sine Tone， 也就是侧音的部分，让你通话的时候就会听到。那这边每个部分也都会有它操作上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真的想要。所以我觉得它在有 App 的情况下，基本上就大胜，因为你不会只是依赖一开始原厂的调音，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设定。那这个的范围其实都很广，甚至可以做出这种超级奇怪的设定。那它有低音增强啊，人声加强，它甚至连脚步声的强化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 App 真的是会让这款耳机的分数上升非常多。那再来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在意高音的部分的话，它有提供这个 SlimFit 的耳塞，它会让你高音表现更好。那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被动抗噪的效果的话，可以用它原本 Aero 附的隔音耳塞，那个就还不错。好啦，那最后就是来到价钱部分，这款耳机这么不错，大家一定觉得可能是5、6千块的等级，但其实没有，这款耳机3000块不到。那详细的售价你可以去官网上看。那这边我也会抽出一副这个 X-Strong Aero 的耳机，所以说如果你对于打游戏非常有需求的话，这款耳机千万不要错过。那因为它是募资的关系，那抽奖寄出的时间大概会坐落在11月底到12月初会拿到。那我们这个影片下周就会抽奖，只是拿到时间会比较晚，大家一定要记得 YouTube 底下要留言，然后脸书要记得分享。最后就是它的保固是1年保固，那如果你在官网注册的话，可以延长半年。对这款耳机很有兴趣的话，底下也会有试听点，那大家真的可以直接自己去听听看这个低延迟的感觉，应该是会吓到你。好了，那这就是这款 X-Strong 的耳机分享评测影片啦。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点一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